G7峰会刚结束，中国就动手对美日菲三面出击，美国被打到痛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各位好，欢迎来到康讯说。近年来，美国为了打压中国，那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以此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步伐，从而满足自己霸权的虚荣心。那可恶的是，美国自己耍阴招还不够，还拉拢印太国家组建了所谓的反华小圈子。这其中呢，就包括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在内的国家积极响应其号召，冲在了抗中的前线。那但是要知道的是，如今的中国呢，并不是好惹的。所以针对这一局面，中国不仅没有退让半步，那反而还是主动地发起了反击。这G7峰会刚一结束，中国的大动作就接二连三的来了。首先呢，是中国宣布对美国芯片巨头美光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禁令，原因呢是该公司用于手机和电脑等流行电子产品内存存储的芯片存在着相对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是构成了威胁，因此将停止采购。国家安全问题呢，始终是我国与别国经贸合作的红线，所以中国此次对美光公司的审判是合情、合理、合法。只不过，这对于美国和美光公司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噩耗。那毕竟从此以后，美光呢就基本上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市场了。在美国债务危机即将爆雷的关键时刻发生这样的事儿，对于美国的经济，那无疑也是雪上加霜了。其次呢，是据相关的报道显示，近日中国海警局4艘船只接连驶入了钓鱼岛周边的日本领海，完成了一次绕日航行任务。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日本最近那是十分猖狂啊！不仅是怂恿 G7集团发布对华不利的声明，还在 G7会议结束之后，第一时间跟风美国出台对我国经济领域高端技术限制政策。面对不知自己几斤几两重的日本，我们确实很有必要秀出肌肉，是好好的敲打敲打。最后呢，是中国海警在南沙群岛、火爱礁、牛轭礁以及南薰礁附近的海域布设了3座灯浮标。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前不久也曾经宣布，已经在其南海专属经济区内的5个水域设置了悬挂国旗的导航浮标。那所以呢，中方此举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宣告我们在南海的主权，中方将继续承担大国责任，确保南海安全航行，将南海建成真正的自由之海、和平之海。面对着外界挑衅，中方也会采取合理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毕竟中国才是南海诸岛真正的主人，不管周边国家有什么企图，这都是亘古不变的事实。毋庸置疑，中国这3个动作的针对性都非常强，也算是给了猖狂的反华势力好好的上了一课，而且是直接打到对方的痛点。例如，美国在被中国反击之后的反应就极其的强烈。在美光公司被封禁之后，美国政客就恼羞成怒，扬言要报复并且制裁中国的半导体公司长鑫存储。其实，美国越是紧张，就越说明我们是做对了。而且，就像美国记者所说的那样，美方可以对中企进行大加制裁，那中国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更何况是美光产品自身存在着问题，所以中方禁购也就无可指摘了。由此可见，这一般冲在前面的，往往也是更遭殃的，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中国未来针对反华国家的反制手段也只会多不会少，所以我们奉劝外界各处的不安势力能够好自为之，以免付出惨痛的代价。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